只需要把这罐红色液体倒进40度的温水浴缸里，盖上盖子，等待30分钟，就会凭空生成一个听话不粘人的女朋友。他半信半疑地做完了所有步骤。30分钟过去了，浴室里果然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，还让他帮忙拿浴巾。他手忙脚乱地把浴巾递了上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怪不得隔壁大叔家里夜夜笙歌，不仅有本地美女，还有外国混血的，足足有几10个。原来就这样的罐子，大叔有整整2麻袋。听声音感觉应该是个美女，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想想还有点小期待呢。等他回头一看，果然惊为天人。看着自己亲手变出来的妹子，藤原已经完全忘记自己已经有女朋友这件事了。两人就像刚奔现的小情侣一样，尬聊了几句才知道，妹子的系统设定是个理发师。不过这些他完全不在意，只想直接进入主题，却被妹子一把给推开了。妹子表示自己不是随便的人，说着就夺门而去。他赶紧追上去给妹子道歉，一番嘘寒问暖下，终于把妹子哄回了家。第二天早上，妹子就贴心地为他做好了早餐，一口下去差点吐出来。为了不让妹子伤心，只好硬着头皮说非常好吃。吃完早餐，妹子就说要去上班。他感觉很奇怪，不是应该一直陪着我吗？一定是自己还没搞懂。赶紧看了看美女罐附带的使用说明，原来每个妹子都有自己的独特设定。自己的这个妹子就非常喜欢大海，正看得入迷，妹子突然回来了。他赶紧关掉电视，顺势邀请妹子去海边玩。这个果然很讨女孩欢心，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真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。女孩相中了一个项链，他随口说了一句喜欢那就买呗，可一看价格就尴尬了，自己根本就买不起啊。晚上等女孩睡着后，他又继续看起了女孩的使用说明，影片最后赫然写着妹子的保质期到4月15号为止，而且在女孩后背也真的看到了条形码和保质期。看来保质期的设定是真的，也就是说还有几天女孩就要过期了。他不明白过期后会发生什么，但隐约感觉那将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期限。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妹子最喜欢的项链送给她。时间来到12号，妹子在家里却无意翻到了自己的使用说明。等藤原回家就发现女孩早就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有那张光盘。他感觉不妙，正要出门寻找，却碰上了出差回家的正牌女友。他赶紧把光盘藏了起来，神色慌张地和女友闲聊了几句。看着心不在焉的藤原，女友并没有太在意，因为她早就知道藤原的保质期。正是今天，藤原随便编了个谎话就出门了。他现在要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在雨中找遍了大街小巷，终于在海边找到了妹子，把自己偷偷买来的项链送给了她。学校操场离奇出现了一个巨型数字9，数字竟然是用全校课桌一张张拼起来的。起初老师以为是学生的恶作剧，命令学生把自己的课桌搬回教室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课桌又全部出现在了操场，这次拼出了巨型数字8。老师这下彻底怒了，质问学生到底是谁做的。见没人承认，他决定今晚就住在学校，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操场，决心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时间来到半夜12点，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接着就昏倒了。再睁眼就看到身边围满了学生，才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了一夜。他顾不上这么多，赶紧来到窗前，想看下操场上有什么变化。这一看他直接懵了，操场上又出现了课桌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7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早上数字就会变成6，再接下来就是5、4、3、2、1。而且最近学校周围乌鸦成群，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有老师认为是外星人干的，如果数到0的话，外星人就会对学校发起攻击。但不管怎样，他还是笃定这是学生干的。校长也认为是学生干的，决定今晚让保安整夜巡逻，给每间教室都上了锁，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肇事者。结果第二天就看到保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他赶紧来到操场，不出意外数字变成了6。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，还上了新闻，人们都在讨论这神奇的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新闻报道称会对操场进行全天候直播，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第二天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做直播的记者也和之前保安一样，全都睡得死死的。查看昨晚的监控，刚开始一切正常，可当时间来到半夜12点整，画面突然就消失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半，画面才恢复正常。此刻操场上数字变成了5，事情越发诡异，看起来真的不是学生能办到的事情。学校开会决定临时停课，对操场进行封锁。即使这样，数字却还在倒计时。第二天又变成了4。校园的神秘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昨晚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操场外，想要见证奇迹，结果都在12点的时候瞬间睡着了。现在连专家都猜测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。接下来的2天，数字也逐渐由4变成了2，就连政府都在紧急召开会议，谈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，甚至怀疑数字变成0时，整个日本都有可能毁灭，还呼吁大家赶紧逃离东京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大量民众逃离东京，期间还有人趁火打劫。政府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接着他就被一个平底锅拍晕了，劫匪把他家搜刮了一遍。第二天为了关注事情的进展，他用脚打开电视，现在操场数字已经变成了1。新闻报道称，政府为了抵御外星人的侵略，已经在东京展开了紧急部署。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，
这天操场上数字变成了0，操场内外一片寂静，人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。结果到了下午6点，眼看就要日落了，校园内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变化。很快来到深夜，他和妻子的合照突然掉落到眼前，想到还在外地工作的妻子，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。他突然使出一股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，接着冲上街道，街道早已被封锁。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操场，时间也刚好来到了12点整。只见周围突然刮起一阵妖风，课桌开始抖动起来，紧接着就全部飘向了半空，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。他都看呆了。这时一张课桌从天而降，把他砸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学校天台上，周围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似乎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。他起身看了一眼操场，操场上的数字变成了-1，也就是说倒计时还没有结束。这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吧。嘿嘿，被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？他伸手一摸，直接吓懵了。对着镜子一看，后背上竟然长了个猪尾巴，足足有10公分那么长。他抓起剪刀，狠下心准备一刀两断，犹豫了好久，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尾巴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。很快这件事就在学校传开了，同学们都喊他怪胎，走在路上都会被故意推开，他也不敢吱声，只好暗暗诅咒。紧接着其中一个女生竟然毫无征兆地摔倒了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赶紧走开了。然而同学对他的霸凌并没有结束，篮球课上甚至用篮球不停地砸他，他苦苦哀求，同学们却并没有停手，还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。这次他真的怒了，心里暗暗诅咒，同学竟然毫无征兆地开始流鼻血。冥冥之中他感觉这一切应该都和这个尾巴有关系，即使这样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怪异的东西。看着尾巴越长越大，他决心要赶快除掉它。来到药店随便买了一些药，准备把它当成痔疮来治。没曾想收银员竟然是自己的男神，怕男神误会他丢下药就跑了，不料男神却追了出来，还邀请他参加明晚的湖边派对。女孩受宠若惊的接受了。聚会上又遇到了霸凌她的女生，还在一旁不停地挖苦她，她实在忍不了了，心里又开始暗暗诅咒。不出意外，一位女生就痛苦地呕吐起来。这下终于没人打扰自己和男神约会了。这一幕把他们都看呆了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随后男神邀请他去游泳，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尾巴，穿泳衣这不就暴露了吗？趁男神不在，偷偷溜回了家。到家后，男神发来了短信，问他为什么偷偷走了。他告诉男神自己不是正常人，没想到男神更兴奋了，说自己就喜欢另类的，还提议今晚想再和他见一面。他瞬间动了心，接着去找男神。男神拉他来到了小树林，没成想过程中男神意外摸到了小尾巴，很快就七窍流血死了。他惊慌失措，这时男神的手机来电，正是霸凌他的女生打来的，而来电昵称写的是女朋友。这时他突然明白了什么，接着就苦笑起来，而一旁的尾巴正俏皮地抖动着。你知道男神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吗？男孩用绳子硬生生把乳牙勒了下来，乳牙顺着水管溜进了下水道。这时下水道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，还说男孩的牙齿就在他这里。男孩祈求女人把牙齿还给他，女人表示要用一个特别的牙齿和他换，再给他很多钱。说完，下水道就涌出了一股黑色液体，很快一颗腐烂的牙齿浮了上来。他也没多想，就把这颗烂牙当成自己的乳牙藏在了枕头下面。早上掀开枕头一看，赫然出现了一滩金币，原来那女人说的都是真的。这时孤儿院院长让他们赶紧起床收拾，因为有人来领养孩子了。他露着豁牙乖巧的微笑。不过最终这对夫妻选了别的孩子，男孩很失落，转身就拿着金币去了小卖部。他买了一把梳子，想要好好打扮自己，期待下一次能被领养。刚回到宿舍就被小伙伴围了起来，质问他钱是从哪来的。他立马怂了，说从下水道里获得的。小伙伴认为他在撒谎，就在准备对他展开霸凌时，下水道里的女人再次说话了，告诉他们只要往下水道扔一颗自己的乳牙，就可以得到很多钱。他们半信半疑地丢下了一颗牙齿，紧接着一只烂牙再次涌了上来。这女人真的没有食言。隔天他们都得到了金币，很快这件事就在孤儿院传开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事情开始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。孩子们用各种方式把牙弄下来换成了金币，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再后来他们越来越疯狂，甚至有人直接用锤子硬生生把牙齿敲了下来。随着一颗颗乳牙被丢进下水道，这才发现下水道的女人其实是只怪物。她伸出诡异的手，把牙齿一个个按在了自己嘴里。很快孤儿院又来了一对夫妻，孩子们排成一排供他们挑选。不过孩子们都紧闭着嘴巴努力微笑。这对夫妻选了很久，终于选中了他。结果他一张嘴就把这对夫妻吓傻了，他嘴里一颗牙齿都没有了。众人议论纷纷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。可镜头一转，下水道的怪物已经镶嵌上了整齐的牙齿，紧接着就从下水道爬了上来。怪物趁着月黑风高来到宿舍，一个个把孩子们吃掉了。最后来到他面前，怪物却停了下来。他对着怪物怒吼，这怪物不但没吃他，反而还取下一颗牙齿还给了他。他小心翼翼接过牙齿按在了自己嘴里，接着露出了略带诡异的微笑。随后怪物便离开了。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但可以预见的是，这小男孩恐怕会变成第二个收集牙齿的怪物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爱惜牙齿，记得好好刷牙。